冰河时代还会不会到来？地球未来是越来越热，还是会像以前一样慢慢变冷，周期性的进入冰河时代啊？那相信大家听说过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就是温室气体造成的全球变暖，两极冰盖融化，地球生态失衡，对吧？那一种说法就是未来还会迎来这个冰河时代，两极冰盖会向赤道这个方向延伸的，地球大部分地区会被冰雪覆盖。那么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啊？那今天我们就聊一下这个问题。地球上如果没有人类的话，那么它的气候就只会随着地球相对太阳轨道参数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确实会导致地球周期性的进入冰河时代的。那么历史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多次，那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冰河时代是在2万多年前。但是自从人类进入了工业革命以后，这件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对吧？好，那下面我们先说下这个影响地球气候的天体物理学因素，也就是地球轨道的变化导致的气候变化啊。我们知道地球绕太阳的公转轨道是一个椭圆，它的偏心率只有 0.017 啊，可以说非常的接近于正圆形。且地球还在每时每刻绕着自己的自转轴在旋转，轴向倾斜的角度是 23.5 度啊。那目前地球的四季变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地球相对于黄道平面的这个倾斜的这个角度导致的啊。比如在北半球的夏季，那么地球在公转轨道上的运动就会导致北半球朝向太阳的啊。那么到了夏至时分的时候，太阳则会完全直射北回归线。那在北半球的冬天，以上的情况会刚好相反的。那么春季或者是秋季的时候，地球在公转轨道上的位置就会导致太阳直射赤道。太阳的直射和斜射就直接导致了地球的四季变化。但是以上的情况并不是完全固定的，也就是说，地球的轨道参数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那么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太阳、月球以及木星、土星的引力对地球轨道的影响啊，主要有以下3个比较大的变化。那么首先就是我们熟悉的岁差啊，也就是地球自转轴的进动。它其实跟我前几天说的那个陀螺是一样的啊，既然自转轴是倾斜的，所以它肯定是会进动的。也就是说，地球的自转轴并不是一直指向一个方向，而是会像陀螺的这个自转轴一样，绕着这个中心轴旋转的。那么其次就是地球的轴向倾斜的角度，那现在是 23.5 度，对吧？但是这个角度它也会发生变化。那么最后就是地球绕太阳公转轨道的偏心率，它也会发生变化，进而就导致了我们地球的轨道形状它也一直在变化。那么这3个因素对地球的气候就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那么其中就有地球周期性进入冰河时代的一个主要原因。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说一下每一个因素的影响啊。那么首先说岁差。那刚才我们说了，岁差就是地球自转轴的进动导致的。那么这个进动的幅度在每一年的时间内非常的小，但是也会给地球带来微小的变化啊。比如说，我们知道恒星年就是地球绕着太阳转了360度，那么这一年的时间是365天69分10秒。回归年是今年的春分点到下一次春分点所需要的时间，这个是转不了这个360度的啊，它不到360度，所以只需要大约365天5小时48分46秒。那么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差异，就是因为我们的地轴在进动啊，就是我们的地轴进动造成的。那意思就是我们生活中使用的回归年比真实的恒星年短了大约20分钟，这就是为啥我们要定期给历法中加入闰日的原因啊，来抵消这个两者之间的差异。那么问题是，我们的地轴为什么会进动？这是由2个效应叠加导致的。那么其中一个就是月球和太阳的引力给地球造成的影响导致的这个地轴进动啊，这个效应就导致了地轴进动一圈的周期是25771年。那么另外一个效应就是地球公转轨道在近日点的进动，也就是拱线进动啊，这也会导致地球的这个指向发生变化的，主要是由于木星和土星的引力这个作用的效果。那么这个效应也会导致地球朝相同的这个方向进动，周期是112000年。那这2个效应现在叠加在一起，也就造成了地轴进动一圈的周期是23000年。所以说地轴的指向它会发生变化啊，所以北极星也会发生改变的。大约再过13000年，那么织女星就会成为我们的北极星啊。但是这个地轴的进动只会造成季节性的温度变化，也就是让北半球或者南半球的温度在夏季的时候更热啊，在冬季的时候更冷。但是整体上它不会在长周期内，它不会影响地球的温度变化。所以说，地球的进动并非是地球进入冰河时期的主要原因，它也不能抵消由人类造成的温室效应。好，那下面我们说轴向倾斜。那么地球的四季变化就是得益于地轴的 23.5 度的倾角，但是这个倾角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在
22.1度到24.5度之间来回的波动，周期是41000年啊。这个变化的角度其实非常的小，只有2.4度。而火星现在的地轴的倾角啊，虽然和我们地球差不多，但是它的倾角的波动范围是地球的10倍。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地球有月球啊，这就跟那个走钢丝的人一样，他手里拿了一个特别长的杆子，就非常的稳，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保证地球的自转轴的这个稳定啊。而火星它就没有像我们地球这么大的卫星啊。虽然地球的倾角变化不会影响这个地球这个整体啊，在1年的范围内接收到的太阳光总能量，但是会非常大的影响到地球的高纬度地区在1年内接收到的太阳光总量。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啊，你看，当轴向倾角小的时候，太阳光在1年内会大部分直射这个低纬度地区了。当轴向倾角大的时候啊，那么地球的两极会有更多的时间被太阳光照射的，因此较大的轴向倾斜就会使得两极的冰川加快这个融化退化的。较小的轴向倾斜就会导致地球的两极更冷，冰川会一直向低纬度地区延伸的，然后整个地球就会累积大面积的冰盖。那么这些冰盖又会反射更多的太阳光，使得地球的温度更冷啊。这其实就是地球周期性进入冰河时代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么目前地球的轴向倾角介于最大值和最小值，并且在往后的日子中会一直减小的。那么科学家预计，我们将在1万年以后迎来地轴倾角的最小值。所以如果没有人类的话，那么地球在未来也就是1到2万年的时间内啊，就会再次经历这个非常寒冷的时期，主要就是高纬度地区，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都会变冷的，南北极的冰川会一直往下延伸。但这个效应和人类造成的温室效应到底哪个厉害啊？这个我们后面再说啊。那下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地球轨道的偏心率啊。虽然地球轨道的偏心率很小，非常的接近一个正圆，但是这个形状它也不是固定不变的，由于受到了太阳系中其他行星的这个引力的影响啊，那么地球轨道的偏心率也会在周期性的发生变化。它以40万年为一个周期，地球轨道的偏心率会从0迎来一个极大值 0.07。那么目前我们地球轨道的偏心率是 0.017， 这个值就非常小了啊。所以说近日点和远日点的距离相差不大，只有 3.4%， 接收到的太阳辐射差异只有 7%。 因此地球的近日点和远日点说的就是现在地球的近日点和远日点对气温的影响并不大，并不是地球四季变化的主要原因，对吧？相比于火星就不一样了，它的偏心率是 0.09， 这就造成了火星的四季变化实际上跟它的近日点和远日点是有关的，而不是它的轴向倾斜。所以当地球的偏心率达到极大值 0.07 的时候，那么近日点和远日点接收到的辐射能量的差异就会增加到 23%。 那么这个时候地球的四季变化可能就会被轨道距离所主导，就是它公转轨道距离太阳的距离所主导啊。那么轨道偏心率除了会在未来影响地球四季变化以外，它还是唯一一个能够影响到地球全年接收太阳总能量的一个因素。那我们认为地球轨道偏心率越大，那么全年接收到的太阳光总能量就越高，但这个效应依然很小啊。假如说最大偏心率接收到的太阳光总能量是1，那么地球的圆形轨道接收到的能量就是 0.9975 啊，可以说这个变化并不大，对吧？所以还不足以影响到地球的整体环境。那么以上所有的因素，其实在人类给地球造成的影响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基本上从上世纪初开始啊，也就100年的时间，我们全球的平均气温现在增加了1度，对吧？这个应该大家都听过。这只有短短的100年的时间啊！以上能够让地球降温的所有的因素，它们作用的时间都是数万年到数十万年的时间。如果地球未来按照目前这样啊，每100年大约升温1度的话，是没有任何自然因素可以让地球降温的。你看，轨道偏心率从0到最大需要40万年的时间，那么带来的太阳总能量的变化只有微不足道的 0.014%。那么上面我们所说的主要导致地球周期性进入冰河时期的轴向倾斜，每年只能够将两极能量的 0.0002% 转移到赤道，且周期是4万年啊。还有太阳黑子11年的周期会导致太阳进入所谓的极小期，也就是太阳光度周期性的变化，这个能量变化只有 0.08%， 与人类造成的全球升温相比也是相形见绌啊。所以总结起来就是，只要我们人类存在的一天，地球的温度都会蹭蹭的往上涨。那么至于上升的速度是否会减慢，这就要看我们人类未来对温室气体的控制了。所以未来我们再也不会看到地球进入冰河时期，除非我们人类消失。好，
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理论科学，点亮关注，我们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拜拜。